欢迎收听下拉狗广播，每日方舟周报，每周六晚8点准时更新。本节目由博士总板着脸、呆毛王喵帕斯、自然之雪、尼莫 Wolf AWA、只有逼服教50、一只清新脱俗的河、猛禽是只鸽子、装甲1万、林雷星闪、硕安、Hexboso、Mathminji 等朋友赞助播出。感谢以上朋友和其他我没有念到名字的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正因为有大家的认可，相信下拉狗广播也会越来越好，感恩感谢。另外，由于 UP 主又阳了，现在还有点吞刀片，嗓子有些哑，可能会影响观感，在这里先给观众朋友们道个歉，抱歉。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本周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新闻吧。5月20日，简中明日方舟发布歼灭测试作战活动玩法介绍，提前预告了21日即将到来的歼灭作战，并有玩家根据活动中出现的高难词条做出了极为精辟的梗图总结，并且由于当天日期为520，在中文中存在我爱您的谐音，一张去年由微博网友黎制作的斯凯蒂贺图再次回到博士们的视野之中，为博士们献上源自斯凯蒂的浓厚情谊。日服国际服这边则是发布了明日方舟全新集成战略水月与深蓝之术的先行预告 PV， 由于该 PV 前半段凸显伊比利亚海岸暗潮汹涌的视听设计，部分外服玩家发出感叹，鹰角这是又做了一个恐怖游戏新作吗？也有的玩家对于即将到来的水月肉鸽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奇，表示臭名昭著的极次日记即将到来，海丝的秘密和大海的故事也即将掀开谜底，真的太叫人激动啦。5月21日，简中明日方舟随着龙哥哥今天又割了等 UP 主组织的明日方舟赛事仙树杯渐入尾声，仙树杯决赛词条也登上 B 站热搜，并在当晚9点半决赛中剑圣 Kensei 有空水月最终拿下冠军，让我们恭喜剑圣。另外当天还有微博网友根据目前已经出场的干员的代号整理出了一套罗德岛五虎将名册，很快该梗图也被搬运至繁中平台，繁中同胞们也积极协助补全了曹操、吕布等名将。日服国际服这边则是在早上11点发布赤罪角色预告，并由于赤罪独特的角色设计，无数玩家为之发癫，感慨赤罪形象优秀的同时分析作为法官佩戴武器装备的合理性。评论道，在薛拉古那样的黑帮横行的地方，作为执法者如果没有极高的武力，恐怕很难活下去。除此之外，有玩家凭借自己的爱意为赤罪制作了有趣的动图。国际服这边则是由 Star Official 发布了全新的原始虫周边上架预告与定格原始虫玩偶动画，并开启预售活动。5月22日，简中明日方舟下午4点进行闪断更新，正式开放歼灭作战高难词条挑战活动，参与活动赚取积分，完成任务即可获得赠送干员、皮肤等丰厚奖励。并且由于本次活动有趣严谨的关卡设计，无数玩家更是将本次活动称为方舟高考，甚至有玩家制作了对应的考试分数录取分数线。也有的玩家表现出了希望策划组与民同乐的美好愿景，表示希望关卡和石刻章设计师们也来开个直播，打个600分，一同享受一下自己的优秀作品。但更多的是相对无言的玩家们在自己的努力或借鉴他人智慧的情况下，一次次突破高难，拿下不俗的成绩。并且由于费尔迪南在孤星活动中的表现，玩家们也很自然地将本次活动中的 BOSS 机甲与费尔迪南相互联系，制作出了不少有趣的梗图。此外，有玩家发现明日方舟在当天深夜持续到次日23号出现内蒙古地区部分玩家无法登录明日方舟的情况，截止至5月26日仍有部分玩家出现间接性断线的情况。目前为止，导致内蒙古玩家无法登录的原因尚不明确。繁中这边则是发布了5月23日轮换卡池预告，本次卡池将由魁影、科俄博2位人气干员组成。日服国际服这边则是发布了缄默德克萨斯的起源动画，为即将到来的明日方舟周年庆活动薛拉古人作为预热。5月23日，简中明日方舟没有新闻，但当天有玩家发现，在风雪过境活动中登场的代币耶拉刚得之时上刻画的图案神似火箭，在主体三角的下方甚至出现了类似推动火箭升天的高压火焰图案，不由让玩家们产生了不少有趣的推测。此外，还有玩家发现，当天 RNG 电子竞技俱乐部发布的电竞选手命的离队视频中，似乎出现了明日方舟中的经典曲目海怨。不过很快官方也进行了视频还原，更换了该视频中的海怨背景音乐，该曲为 Ego Wei 老师为集成战略水月与深蓝之术所书写，曲调中饱含温柔情愫，从告别时的不舍到对未来的无尽展望，宁静中静静诉说着过去的遗憾，自己与自己和解后见证最后一人走向新的旅程时的释然。在 RNG 冰岛 MSI 夺冠2年后的这一天，曾经见证辉煌的最后一人就此离开，也恰好与曲中情感遥相呼应。另外，随着歼灭测试活动的进一步开展，本次活动中 BOSS 的数值膨胀过于直白，缺少设计感的情况也逐渐发酵，引发玩家们激烈讨论，并且由于石刻章获取条件苛刻，也引发部分玩家不满，并认为部分词条数值填写过于离谱敷衍，有不尊重玩家嫌疑。并且随后也出现了极个别玩家通过开挂通关活动关卡并录制视频发布于视频平台，带来不良影响，但于25日该挂车视频也已被删除。繁中这边则是随着歼灭测试活动在简中服的上线，大量调侃本次活动充满设计感 BOSS 的梗图也随着网络来到繁中服玩家们的视野之中。繁中服玩家们也积极参与到了迫害叔叔一刀188大哥一拳78的调侃热潮之中，评论道，千万别抽满呐，那干员超机车的耶，开个大才能砍100多哎。国际服日服这边则是薛拉古人活动正式上线，并补偿5个至纯原石，并且当天是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法官、司法部刑法司长、反黑手党领袖人物乔瓦尼·法尔科内逝世31周年纪念日。至此，玩家们才意识到薛拉古人突兀的延期似乎也是计划的一部
部分。随着持续1天的版本更新结束，水月与深蓝之树全新集成战略玩法也同期上线国际服各服。水月的妈妈，著名发癫艺术家 Namiya 老师积极参与到活动宣传之中，在次日开启长达2小时的肉鸽攻略工作，并且由于次日即5月24日也是 Namiya 老师的生日，水月肉鸽的到来无疑也是一份不错的生日礼物，同时也让我们祝 Namiya 老师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日服这边则是当晚随着缄默德克萨斯的登场，当天下午6点半左右，明日方舟单日氪金消费总量跨越176个长期运营手机软件，登上日本手机软件消费总榜第1，并在第1位的位置一直保持了2天。日服明日方舟为感谢玩家们的喜爱，在当天晚上7点半发放一发10连寻访凭证，作为对玩家们的回馈。5月24日，简中明日方舟下午4点发布5月25日即将上线的轮换卡池预告，本次卡池将由远牙和易客2位6星干员组成，同时易客也将进入黄票兑换商店，有需要的朋友们不要错过哟。另外，当天 UP 主 Leo 咩咩 SSI 对 Namiya 老师的直播切片翻译视频中出现了 Namiya 老师调侃海猫接受采访和接待画师时穿着同一套衣服的片段，外网玩家们更是调侃，毕竟动漫角色只有一身衣服嘛，可以理解，可以理解。You look exactly like the little light I saw the other day. Bro has one set of clothes. Did you hear that, little light? My chat is making fun of you. My man had the drip he wanted. Are they a cartoon character with one outfit? Oh my god! You're roasting this. 很快，该视频也引来了海猫本人进行回应，表示在接待贵宾时会穿着本赛季限定质保皮肤，而且由于优心的叙拉古人活动采访和接待 Namiya 老师们的时间接近，所以出现了时隔几天还穿着同一套衣服的情况，并且当天正义狼王暴杀375万血答辩怪词条登上 B 站热搜。进入该词条可以看到由 UP 主有节操好制作的狼王对战机甲视频，似乎通过福瑞杰斯顿暴打机甲的方式，为近来遭到机甲迫害的玩家们缓解了些许不快。国际服这边则是发布了由 Arcus 工作室制作的叙拉古人纪念剧情动画，由拉普兰德和德克萨斯为博士们献上了一段精彩的拼刀打戏。私の生き方はいつも変わらない。だが、人はそれを見て言うんだ。いかにもシラクーザ人らしい。とな。并且当天由哇哇 Machi 老师创作的横脸系列同人图宣布完结。哇哇老师虽然表示今后还会更新3到4幅同类型的图片，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一切美好故事都会迎来终结。现在是时候做好准备，与哇哇老师的横脸系列图组做告别了。此外，在叙拉古人活动开放之后，也有部分玩家发现，通过特殊仪式似乎能更容易抽到卡池中的 UP 角色。日服这边则是有玩家展开了对水月肉鸽中仙人跳关卡的讨论，有的玩家表示，即使知道他想干什么，我也控制不住自己啊！真的有人可以抵御住他的诱惑吗？也有的玩家表示，我倒是没有别的意思了，我只是单纯的喜欢跳舞，而且人家都邀请我了，不去太不合适了吧。而国服玩家们则显得更为理智，评论道：他的脸可是有5瓣哎，你敢想这有多棒吗？5月25日下午5点，明日方舟第37制作组通讯发布，本次通讯包括3个内容。通讯节点1，拉特兰活动第2期 Sad Story 空想花园即将上线，一座失去踪迹60年的修道院再现行踪，圣城探险的使者却音信全无。周年庆前瞻直播中出现的冲枪到底属于谁，即将揭开谜底。本次活动将于6月上旬上线，届时将会时装新的关卡、剧情及全新干员和时装，但由于6月月份数字特殊，估计活动上线日期会避开6月6日或6月66日。通讯节点2 ，Sad Story 成瘾余音活动将于6月下旬开启复刻，活动同期上架的时装、家具及生命之地系列皮肤也将返场，有需要的朋友们不要错过呀。通讯节点3，明日方舟中国航天神州传媒速于繁星联动活动将于6月下旬上线，活动期间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家具等奖励。结合速于繁星的标题和刚刚飞天的小狗克里斯滕为我们留下的寄语为晚安推测，或许本次活动将与克里斯滕有关。在通讯的最后，为博士们献上200回声玉和5个岩组作为奖励。日服国际服则是发布了5月26日即将上线的全新轮换卡池，本次卡池将由艾丽妮和科俄伯2位强力干员组成，并且随着叙拉古人活动的火热开展，阅读完叙拉古人剧情的玩家们也逐渐增多。玩家社区中，本次活动中出场的 NPC 角色卢比奥的人气也逐渐攀高，甚至有不少玩家表示，卢比奥肯定是叙拉古人故事的主角，他是我这次活动中最喜欢的角色。他演讲到：我们市民创造了这
这座城市并非黑手党。如果这个国家要迎来新的时代，那它的主人绝不会是黑手党时，真的让我热泪盈眶。他无疑是这次活动的 MVP。国际服这边则是有玩家发起了对叙拉古人上线的意大利语配音的必要性的讨论，表示我很高兴明日方舟加入意大利语配音，虽然我不一定会用。明日方舟中存在许多以现实为原型的国家或地区，为方舟增加多元性是值得肯定的。但既然他们可以无障碍的使用同一种语言交流，为什么不考虑让意大利语的配音演员录制带有意大利语口音的英文语音呢？有的玩家则认为，如果每个角色只有不同口音的英语作为配音，来表现自己所属的地区非常不尊重角色、配音演员甚至各地区的玩家，所以拥有独特地区语言的配音是非常酷的决定。5月26日，简中明日方舟当天凌晨 ，UP 主金乌完成歼灭测试750分攻略工作，率先交出满分答卷，拿下本次测试的首杀，并且当天鹰角网络、中国美术学院联动，以由来自重力景工作室的导演春阳老师拆解影视动画案例，从如何落实视听语言讲故事，如何实现感觉展现等多个角度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由中禅寺 Chuzenji 老师分享的如何通过角色发型设计讲述角色故事的创作经验，详细从发型对人物性的影响、发型的内在含义、总体分类、组合、包装、配色等等角度分析发型对角色的重要性为主要内容的线下课程分享活动也正式结束。此外，当晚晚上8点左右，在崩坏星穹铁道 1.1 版本前瞻直播结束后，出现部分极端网民恶意在明日方舟官方动态下发布星穹铁道的10连是所有服务器都可以拿到的为主题的评论，意图挑起双方玩家矛盾，并且该情况并非只出现在明日方舟官方动态下方，甚至部分烤肉 UP 主5月23日发布的烤肉视频中，因带有免费10连词条，也一度出现数条相同内容评论。在极端网民开始无差别攻击方舟、幻塔、王者荣耀等国产游戏评论区时，方舟玩家们也自发参与到评论区守卫工作之中。当时进入官方评论区，可以看到大量玩家通过自己的方式维护评论区中的方舟氛围。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一名 ID 为以千的网友凭借自己对方舟的热爱和高素养，自当晚11点起至次日清晨5点，试图通过在评论区中发冷知识的方式缓解评论区戾气，值得尊重。由于该事件事发突然，且双方极端社区互相攻讦积怨已久，具体起因众说纷纭，较难断定。但相对常见导火索说法为，疑似部分方舟极端社区网民借日服5月23日赠送免费10连情况拉踩友商引起。此处放出也仅作为事件记录，不参与且不支持任何玩家参与讨论。若出现史实错误，欢迎指出，我会在第一时间更改。遇到相同情况，请善用拉黑、举报功能，避免下场，降低生活质量。繁中则是在当天下午发布长夜灵光活动复刻预告，本次活动复刻将于5月30日正式上线，完成活动任务即可获得5星赠送干员野宗。日服则是在当天开启罗德岛厨房系列漫画单行本售卖，本漫画拆分为上下2册，单本定价935日元，约合人民币47元，通过亚马逊下单即可购买。国际服这边则是有玩家展开了如果按你所在地将你投放至泰拉世界你会怎么样的话题讨论。有的玩家表示，如果去泰拉应该会把我划分给大研或者哥伦比亚，这样的话日子应该不会难过。但也有的玩家遗憾表示，把我送过去没有国家能接收我哎。但更多的玩家则是根据自己的国籍和所在地区展开脑洞，为自己谱写了一段段有趣的经历。除此之外，随着叙拉古人活动的进行，当天也出现了一名法国玩家，在艰苦的军事训练中耐不住无法抽卡带来的煎熬，表示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我抽老婆了，并在百忙之中歪了吃罪。以上就是本周中外社区发生的部分新闻，我是孟怀，我们下期再见。